得很早，但为什么没有吃早餐呢？我今天约了医生去做年度体检，抽血部分是需要空腹8到12个小时的，所以早餐只能喝白开水了。哦，你要去做年度健康检查？是年度体检 Annual Physical， 不是年度健康检查 Annual Wellness Visit。 我英文是不好，但听起来差不多意思啊。它们之间的最大区别就是体检比健康检查更广泛。健康检查主要包括审查患者的病史，并评估可能患有某些疾病的风险，但不涉及身体接触。而在年度体检中，包括身体检查，还会有血液、尿液的检查、疫苗接种等。哦，去看个医生做检查还要分这个那个的，为什么呀？这是因为大部分的保险公司的保险计划会报销年度健康检查，但不是所有的保险计划会报销年度身体检查。比如有些病患除了常规的检查外，还需要做心电图、肺部 X 光、腹部超音波等，这些不仅不会包含在年度健康检查的项目里面，也不会包含在年度体检的项目里面。在美国做个健康检查还要受保险公司的控制，每个月上缴了这么多的保费，还这不报销那不报销的。是啊，谁让我们选择生活在这里，只能多了解这里的医疗体系，好让自己的健康得到更多的保障。那年度体检都包括什么啊？通常包括个人和家族病史、血压、心率、呼吸频率、体温、总体外观、心脏听诊、头颈、腹部、神经反射、皮肤四肢的检查，男性和女性不同的器官检查等。虽然有的医生可能会很全面，有的或许也会比较简短的检查患者，但患者对自身的健康如有疑虑，医生都还是会针对这些问题和风险因素来提供咨询的。而提供给实验室的血液和尿液检查，还可以筛查常见的身体疾病，例如高胆固醇、糖尿病前期和甲状腺的问题等。除了常规的检查，还有没有特定的检查项目是包含在体检里面的？根据年龄、性别的不同，当然会有其他的筛查。比如健康成年人的胆固醇筛查通常在40岁左右开始，而用于筛查结肠癌或直肠癌的粪便检查在50岁开始。另外，男性需要在55岁左右进行前列腺癌的筛查，女性在50多岁时开始定期进行甲状腺的检测，并且女性21岁后还需要做子宫抹片检查，30岁后进行子宫癌的筛检，40岁后需要定期乳房检查。当然，这类女性的检查项目，除了家庭医生外，还可以去妇产科医生那里做的。哦，那检查出来的报告结果，医生会解释给我听吧？我反正是看不懂。当然，一份医学检查报告里面含有很多医学名词和人体部位与疾病的医学名称等等。个人在没有医学背景下的阅读报告是没有办法看明白的。虽然解释报告结果和确定是否需要后续的护理是医生的责任，但是即使一切看起来很不错，还是最好能看懂报告的具体内容。这其实是对自己健康的了解很有帮助的。哦，那你就讲讲年度体检包含的验血报告要怎么看吧。验血报告通常包含令人眼花缭乱的百分比、比率和缩写列表，对其含义的明确解释是不写在报告上的。
而实验室结果通常包括测试结果值和参考范围。参考范围提供高值和低值，通常会写在报告中结果的数值旁边，而介于它们之间的任何值通常都被认为是正常的。报告中的测试结果则会以数字形式写出，有异常时会包含某种标记，让你知道结果是否超出正常范围值。例如，字母 H 表示高，字母 L 表示低，或者首字母缩写词 WNL 表示在正常范围内。略微超出范围的结果很常见，发生的原因有很多，不一定都需要干预，这可以咨询医生。如果你的结果特别异常，就可能会在文本中看到星号和一些附加注释。在这种情况下，通常是会接到医生的电话，叫你回诊的。那你去实验室都做些什么呀？而具体的测试内容又都有什么呀？通常我是去留小便和抽血。去实验室做尿检主要是针对尿液的外观、浓度和含量做评估。例如，尿路感染会使尿液看起来浑浊而不是清澈。尿液中蛋白质水平升高可能是肾脏疾病的征兆。那常规的验血都包含什么项目？常规的血液检查通常有5个组合。第一个组合是 CBC 血细胞检查，主要检查血液中每个主要细胞的10种不同成分的水平，白细胞、红细胞和血小板。第二个组合是 BMP 基本代谢组，通常检查血液中8种化合物的水平。第三个组合是 CMP 综合代谢组，其中包括 BMP 的所有测量值，并多加了与肝功能相关的其他蛋白质和物质。第四个组合是 Lipid 血脂组，该测试检查好与坏2种类型胆固醇的水平。第5个组合是甲状腺 Thyroid 功能测试，这个可以检查甲状腺生成和对某些激素的反应情况。你说的那些特定的检查项目，比如50岁后还要筛查大便，可当时如果去实验室时大不出来，该怎么办呢？通常实验室会提供测试试剂和说明，按照指示做，隔天再拿去给实验室就可以了。好了，我现在看完医生后就要去抽血了，回来后陪你去吃大餐，你想吃什么呢？总之，我不要绿色和红色的食物。你给我看了一堆红红绿绿的数字，看得我头很大No, please, no! 哦，那牛排和沙拉不吃咯，吃你最爱的炒面好不好？黄色的条状，我刚讲完大便筛查我还是去吐一下吧。